我靠，到了晚上啊，你看一下这房间，到了晚上就这样了。它海滩现在也，现在装了灯光啊，它的海滩可以看得到海。各位兄弟，中午好啊！现在是中午的12点，我现在准备去头盾了。这次我去头盾啊，选择坐船去。然后啊，顺便教你们怎么坐船啊，从胡志明坐船去头盾。坐船要2个小时啊，大概2个小时。船票这么多年，我忘记了，好像也是20万左右吧，我忘记了。不过坐船比坐车好一点的，就是可以看到那条河的风光，看到河边的风景。也挺好看的，比坐车好一点。坐车只能蹲在车厢那里睡，对不对？这里距离我在放老啊去到那个码头啊，大概就2公里左右，车费也就不到$1了，2万越南盾，不到$1。这个码头就在阮惠街金融塔那边，金融塔那边了，很快就到了，转个弯就到了。也是在第一郡。好了，到了码头再聊吧。我靠，现在应该你们那边现在应该很多地方都很冷了。你到胡志明还多少度吗？现在应该35度左右了。我靠，这太阳太毒了，晒得要命啊！35度啊，可能你们在家都要穿好几件衣服的。这里啊。我穿的短袖还这么热，这么大的太阳，羡慕死你了吧？羡慕吧，兄弟，是不是在家里很冷呢？我在这里很热，很热，满头大汗。各位兄弟，我到了河边了，但是怎么过马路是一个问题啊！我每次过这条马路，我都是心惊胆跳啊！每次过这条马路就等于过奈何桥一样，过独木桥一样。它虽然有红绿灯啊，虽然有红绿灯，但是它这个红绿灯没用，它没有开启这个红绿灯，很搞笑啊，很难搞。这边你几乎如果你不硬冲的话，你根本过不了这条路。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啊，对人的胆量啊有点考验的。现在我准备啊，我先抽根烟，冷静一下，抽根烟冷静一下。上次我就在这里差一点出事，我说给你们表演一下怎么过马路，差一点出问题。这次应该没有问题吧？它虽然有红绿灯。但是它一直在黄灯这里闪，它没有亮红灯或者绿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边交警调成这样，但是怎么过去啊？确实考验我们的胆量啊。现在也有几个，现在人多好过了，如果人少就比较难了。人多快点过，安全通过。人多好办事啊！我靠，如果是一个人的话，你是很难搞的，因为有5、6个人。过了，安全通过。我忘记了是哪个码头，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个码头。前面还有一个码头啊，我不知道是这个还是那个，应该是这个码头吧。这里的船啊，好像是1个小时1班，一直到下午4点钟就没有了。4点钟是最后一班啊，下午4点钟是最后一班船，应该是这艘啊，有点像。我问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Hello， 永岛。Tomorrow.Should I finish? No. Should I finish? Not now. Not now. Tomorrow. 天哪，要明天才有啊！我靠，气死了！哎呀，没船了。就是这种啊，应该
应该是这艘或者是那艘。没船了，做个鬼啊！我靠！我之前呢很多船了，现在没船了。哎，太伤心了，太伤心了。现在只能来这边坐车去头顿了，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船为什么今天没有了。名片那里显示2点钟或4点钟还有一班。如果你们想从胡志明坐船去头顿玩的话，最好是打个电话问一下，或者登录网站查询一下，不要像我一样在这里啊磨磨蹭蹭，去到那里啊，太阳要大，辛苦的要命，去到那里就没有船了。我也没有想到啊，之前很多船了，我记得是18年嘛，从那里坐船去头顿，然后要从头顿坐船回来西贡，好像是15万左右吧。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没有了，这么早12点就没有了，白白浪费1个小时的时间。现在只能来范五老街附近这里啊，附近这里很多坐车的中介。如果在范五老街啊，你不用去到汽车站啊，附近周围啊旅游店啊都是有卖票的，去到越南哪个城市的车票都有，都可以在这里坐啊。不管你去芽庄啊、大乐啊、哪里啊，都可以在范五老街这边公园这里买票。但是他每个店卖的票啊，他每个店卖的车票是不一样的。有些店呢，他固定卖头顿的；有一些店呢，他固定卖大乐的。你懂？因为我语言组织能力比较差，所以我说的可能你们不太清楚。但是你们大概能了解我的意思就行了。就在这个范五老附近啊，这一排店都是卖车票的。你在这里去到越南任何城市啊，在这里的买车票都能买得到啊，在这里买车票都可以买得到。就这一排的店都是。对面这里就是公园了，范五老的公园。哦，就这一家店就有去头顿的，这一家店呢。Hello， 啊，这一家店，我问一下有没有票，应该还有吧。Hello， 永岛，车票，去头顿在这里去头顿13万5车票，这台应该是这部车了，应该是这一台吧。你们不要问我在哪里了，你们看这个车牌还有电话号码。你们自己打电话问也行。205那个就是地址了，就在这里，就在范五老街公园这里，公园对面。这边的铺面啊，你想去越南任何城市都可以从这里坐车去啊。他这里这家店呢，上次我去肯特也是在这家店去的。从这里啊，一定要坐这种接驳车的，因为真正去头顿的大车啊，在其他地方等着，他会用这台小一点的小汽车啊，拉你去坐大巴车。所以你们如果想去其他城市啊，根本就不用去到汽车站了，就在这附近就行了，就在这附近买票就行了。而且你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方法也很方便啊，很多酒店它都会帮你订车票的。其实你可以叫酒店的前台啊，帮你订车票。有一些好像也是亲自来接你去坐车的。不过一般我都不叫前台，有一些人会叫酒店的前台，他也会帮你。但是你要给个小费，他给个5万越南盾，他会帮你的。到了，永岛，就在这里等啊。这是一个简陋的转运站，有点简陋的转运站。但是没什么乘客，很少乘过这里。
上车呢，没什么人了。啊，没什么人去啊。今天是礼拜五啊，我特意挑礼拜五去的，因为礼拜一到礼拜四啊没什么人，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就热闹一点了。如果礼拜一到礼拜四啊，几乎没什么人在头顿，外国人去的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如果你喜欢热闹一点呢，最好是选择礼拜五、礼拜六去啊。如果你礼拜一到礼拜四过去头顿那边呢，很无聊的。不过那边风景挺好的。好了，现在开始出发，先去到头顿大概2个小时吧，2个小时左右，120公里。应该到了，应该是到了。我看一下时间，1点半，1点半，磨蹭磨到这里啊，现在是4点15分，4点15分。因为上半年呢，我和朋友来是直接在范武老街那里喊一台网约车过来的，价格是110万，所以我很久没有坐过这种车了。我很久没有坐大巴来头顿了。下了车，从头顿这个车站去到旅游度假村那边呢。好了，现在出去喊一台网约车吧。车站这里距离耶稣山那里还有2公里，车费是2万越南盾就行了。刚才我在这里喊一台，我问刚才有摩的佬在车站里面喊我告诉他去那里啊，他竟然要我20万，有病！一定要坐网约车啊！车站里面那些摩的佬啊，都会砍人啊，砍得比较厉害。叫了一台摩托车去啊，2万1000越南盾啊，不到1美金。如果你在这里喊这些摩的佬啊，可能要你10万20万。刚才我在里面呢，有个摩的佬就拉着我说去这里，他让我20万，我睬都不睬他。是礼拜五啊，来这里要挑他们放假的时候来才热闹，要不然没什么人的。这边来玩的外国人会比较少一点，所以几乎都是越南本地那些上班族啊，几乎都是在附近100几十公里的城市跑过来的。他们大多数都是放了假之后啊，自己开一台摩托车搭一个女朋友过来，很多都是这样的。所以这边消费也会比较便宜一点，大多数都是本地人来玩的，外国人还是比较少。到了，风很大，来到这里啊，海风非常大，这就是算是中心了吧，这里人是最多的，吃住啊各方面都很方便。这里酒店也多啊，吃饭的地方也方便，人也多。OK， 是的。一般我来旅游都是来这块地方，没什么人呢，不知道为什么没什么人。可能要到今天晚上人会多一点吧。现在才4点多啊，他们还没有下班，很多越南人都是。下午5、6点钟下班，直接来这里，到8、9点钟人可能会多很多。现在先找个房间吧，上网看一下房间。那家酒店我住过很多次了，前面那一栋我还可以看到海景呢，这里就在海边了，海边就在里面，但是涨了大水。这边的海水不干净啊，黄黄的黄泥水，但也没事。主要来玩啊，都是去酒店租台摩托车啊，兜来兜去兜风，或者去奶茶店那里坐一下。但是要等到明天呢，人多了，越南妹多了，去那边玩才好。刚刚我在网上看了一下这边的价格，
有很多房间很便宜，但是我没有看到这附近比较好的海景房，所以我现场来问一下吧。现在已经有很多越南人开车来这里玩了，我现场看一下这些房间贵不贵，能不能拿到海景房，如果拿不到我就去住其他的。这些应该都是酒店啊，这些97、91，哦，这里有价格600到800千，不知道是不是海景房。哦，这里有400千也有啊，隔壁这家是400千。哦，这里可以看到海景的这个房间，我看一下。Bao nhiêu à? Hả? Bao nhiêu? Đi thẳng lên cầu thang lên, con lên tầng bao giá chưa? Giá bình nhân à? Hai à? Cầu thang á, đi cầu thang. 我去问一下吧，问一下价格。这酒店我看这家酒店挺新的，来这里看一下。我拿翻译机吧，这种。Phòng mấy người á? Phòng mấy người？我要一个房间，可以看到海的。广州 no， 没有房间了。里面没有 TBB， 没有房间了，可能是被人订完了。我来的时间也是太晚了，现在差不多5点了。这个越南人来旅游了，现在应该是从隔壁城市过来的。我以前好像我之前住过隔壁那栋酒店，好像我之前住过，或者是这家。Hỏi thêm cái máy sấy cho anh. Máy sấy mà kiểu mà nó bốc lửa luôn á. 650 biết phòng bao nhiêu ta? Hả? 650 biết phòng bao nhiêu ta? Hay là 602, rồi 602 là bạn đó nữa. 这家比隔壁那家便宜很多，这家店。都是越南仔带的女朋友过来度假。我要住2天。Tôi muốn ở lại 2 ngày. 2ngày. OK. Thank you. Ok. OK. 804 40.120人民币。好不好？我不敢说啊，应该也不会太好吧，但是可以看到海也不错。这个老婆还带我上去，我感觉这价格也挺可以啊，就是礼拜六、礼拜五、礼拜六还是节假日才40万越南盾。他本来让我50万一天的，我给他讲价了，讲到40万。这边房间便宜吧，804啊，不能看海的。No， 这里可以看到一点点。OK 了，OK。有，也还好吧，如果我知道是这样，我就不拿了这个房间。也不错了，你看一下也不错了，这个房间大概。1、2、3、4、5，也是5个地砖。1、2、3、4、5、6，3米乘以3米6，这里有足够10平方了。这个房间10平方，加上这个卫生间，还可以，这卫生间也不错。你在这里啊就可以看到海了。虽然这个海景房有点水，但也是属于海景房嘛。老兄也属于海景房啊。120块人民币啊，18美金左右，18美金，还不错，也还勉强可以接受吧。因为这种价格能拿到这种房间也还不错，也没有臭味。但这个床啊就一般，床垫也是一般。这个家私啊就有点陈旧，有点旧了。我觉得还好吧，冰箱啥也没有，我觉得还好吧，因为这里算是中心的地带了，也不用跑来跑去。
这里是晚上呢人是最多的，下面有很多人啊在下面游泳了。你去游泳啊，直接穿拖鞋去就行了，很方便，不用跑来跑去。现在太阳差不多要下山了，现在出去是最好的时候了。但是我还没有租摩托车啊，来这里一定要租一台摩托车。在这路边，在海边这条公路这里兜风是最爽的。这个时候啊，出去兜风，开一台摩托车，非常非常棒啊，兄弟！我建议啊，一定要租台摩托车。你可以问酒店前台啊，有没有得租？一般头顿这里都有得租啊。我每次来头顿啊，都自己租台摩托车来玩的，非常棒。现在下去吃饭了，顺便问一下他有没有摩托车租。在这里一定要租台摩托车啊，要不然很不方便的。有了摩托车啊，你还可以去兜风啊。你这里有没有摩托车出租？这网络太差了。Bạn có cho thuê xe máy ở đây không? Yeah. Bao nhiêu tiền? One day bao nhiêu tiền? 100. Bộ 15万啊 ？No, OK. Nếu mà 2 ngày. OK. Yeah, yes. OK. 10万一天啊 OK。都可以讲价的，其实可能本地人租还更便宜一点，可能几万就行了。不过他看我是外国人，可能会收多几倍的价格。刚才房价他要50万，我给他讲到40万，其实可能30万就行了。问你啊，给现在要收钱。看这个小伙子也忠厚老实的，应该也不会坑我。也不会怎么坑我吧，虽然开的价格有点水，我拿台烂一点就行了，拿那台 ，Hello， 这台啊，不是啊，太大了，这种太大了不舒服。哦 ，OK， 我想拿台小一点，这种车太重了。他有10几台啊，这里都是他的财产，应该要自己加油的。哎，行，good，还有很多油 ，good，OK，Thank you，Thank you。哎，安工，OK。现在去吃饭了，太阳已经下山了，也有一些越南人开始来到这里了。有点冷了，现在。晚上的温度有点低了，现在我需不需要穿件衣服外套出去啊？现在的温度应该在22度左右。好了，我开摩托车出去逛一下。这些应该是刚来到头顿的打工仔啊，每个人都带着一个越南妹啊，每个人都有一个越南妹，1、2、3、4，都是成双成对的。其实说句不好听的，如果你一个人来啊，没有带妹仔过来玩啊，其实挺无聊的。不过我这次打算能不能在这里撩一个，如果撩不到，那就在这里住2天就好了。如果撩得到，那我就住多几天，玩多几天。其实我虽然来过很多次头顿，但是我每次来啊都是住1天2天就走了。这次我看情况嘛，如果好玩的话，认识妹仔，我就在这里玩多几天。好了，现在骑着我的心爱的小摩托去找个饭吃吧，这摩托车太大了，如果小一点就好了，最好是那种大版的，但是它没有，它只有这一类型的，太重了，这个车坐得不舒服。我喜欢坐那种小摩托，它这种摩托太大了。但是这个小伙子对我挺好的，
他给这台摩托车我还有1箱油啊，这箱油就顶了15块人民币，顶了20块人民币了。这些应该是从外地赶来的哦，这是演出的人了，演出的人嘛。对面就是饭馆了，有海鲜吃的，但是我要去的是前面那栋酒店后面那里，之前很大型的那个海鲜市场，有很多海鲜吃。开着小摩托豆腐，真棒！如果你在这里啊，没有一台摩托车很不方便的。旁边这些是酒吧，晚上这里很热闹的，晚上这里有2家酒吧，这边呢，这边其实也挺热闹的，这里还有一个小商场。这些是越南其他城市赶来的年轻人呢，应该是打工仔。就在里面啊，之前就在里面这条路进去的。之前我还在这里认识一个妹仔，挺漂亮的，也是啤酒妹。但现在搬迁了，应该找不到他了。这里也有海鲜卖。你开摩托车在这里啊，你身上的皮肤会很黏。我就开了不到10分钟就很黏了，手就很黏了。这里的海水啊，海风吹来很咸，有一股咸味。到了这里，它这边的马路也很大。这边车也会比较少，没有在胡志明那边那么交通那么混乱，车比较少吧。你在这边开车也安全。好了，现在过马路，就在马路对面那里，一定要小心开车啊，看路啊，看路啊。要开慢一点，不要开那么快。我来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海鲜，尝试一下吧。虽然我现在是一个人，等一下可能我可以在这饭店认识一个妹仔，叫她陪我一起吃饭都行，对不对？现在这个市场啊小了很多了，之前呢很大，很多店，很多人，现在就剩2、3摊了，很可惜啊。之前那些啤酒妹卖啤酒的很漂亮，长得非常漂亮。我靠，现在都变成了这样，这就没有意思了，兄弟。这里连个人影都没有啊！我靠，没人了。我要来搞一点啊，但是没什么人啊，没人感觉也不好玩啊。我看一下有什么卖。我来这家看一下，好像不太新鲜。15萬哦，哦，4買哦，4個蚊行啊，OK，嚟飲啊！我拿個這個，講完啦，還有搞個魷魚，我再喊了一個魷魚啊，有蝦有魷魚，還有這個生蠔。它这里这个生蚝还是挺好吃的，它这生蚝可以啊。看这鱿鱼，我不知道好不好吃，这大鱿鱼应该不好吃。我以为我点的是小鱿鱼，他给的大鱿鱼，也还行。
它是下了很多花生米和葱花来烤，这个真好好吃哦，可惜啊，可惜只有一个人啊。如果妹仔我就喝点酒了，我只喝可乐。这个虾上来了 ，OK， 我点的太多了，我还有一条鱼啊，我一个人应该吃不完这么多。烤的还可以，味道真的还不错。他这个鱿鱼给我用秋葵啊乱七八糟的一起炒，虽然你看起来乱七八糟，但是还是挺好吃的，哇，穿的这么性感，我感觉是睡衣啊。还有一条鱼啊，我点的太多了，吃不完。算了，我记得一共才50万啊，这条鱼10万，生蚝好像是10万，也是10万，生蚝20万，一个鱿鱼15万35，虾20万55万，60万嘛，我不知道他多不多收我的钱呢，应该不会吧，就这么多了。东西还挺好吃的，分量也还是挺大。我刚开始以为一点点东西，其实分量还是挺大。如果2个人来吃的话，再点多2个菜啊，喝点小啤酒还是不错的。外面就是这样的。吃完了，还有3个虾我都吃不完。这个鱼也挺好吃的。这个鱼我吃光了，看一下多少钱？哇，46万啊！OK，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到我拿这台摄像机的问题，我还是，我感觉他少收我的钱了，我不止这一点钱，我感觉他收少我的钱了，46万很便宜哦。我吃了4个生蚝，1个鱿鱼，1盘鱿鱼，还有虾。还有这个鱼，还有1瓶可乐。按道理算刚才我心里估算在55万到60万之间，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少收我的钱。我觉得他应该少收我10几万。总体来说，这里煮出来的东西啊，确实挺好吃的。